贝贝说道：太奶奶知道我的决定，只会开心，夸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做事都有章程。来之前，我去墓园看过太奶奶，跟太奶奶聊了很多。贝贝跟太奶奶的感情极深，他小时候在没有上幼儿园之前，天天都陪在太奶奶身边，他是太奶奶的眼珠子。太奶奶说盼来盼去才盼到他的到来，那么多的曾孙辈最疼他。太奶奶走的时候，他13岁，刚读初中，那是9年前的农历11月份，管城的天气有点冷了，是周六，他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他从学校回来，太奶奶很开心。当时看太奶奶什么事也没有，很正常的，能吃能睡。那晚他非要跟太奶奶睡，躺在太奶奶的床上，他和太奶奶聊了很久。学校的趣事他知道的都说给太奶奶听，太奶奶很捧场，他说的趣事太奶奶都笑个不停。太奶奶还叫他要多结交些朋友，不要一味的死读书，叫他不要太拼，说他的成绩很好了，要注意身体，要想着太奶奶。他抱着太奶奶的手臂撒着娇，说他天天都想太奶奶的，问太奶奶在家里是否想着他。记得太奶奶当时慈祥地说道：贝贝是我的眼珠子，我的心肝宝贝，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贝贝。曾孙辈一大堆，我最疼爱的就是咱们贝贝了。我也最爱太奶奶，太奶奶，你一定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，要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嫁人。老太太笑道：奶奶也想再活个10年20年的，看着我的贝贝长大成人，嫁人生娃。但那是好遥远的事呀，你才13岁，刚上初中呢。奶奶都过100岁的人了，活到这把年纪知足，满足，哪一天闭眼了也没有任何的遗憾。9个孙子，他都看到他们结婚生娃。如今老9的第1个孩子都6岁了，其他孙子也陆陆续续生了2胎，他的曾孙辈已经有10几个。老太太是真的很满足，她如今过100岁也没有受过什么病痛折磨，儿孙孝顺，最大的曾孙辈已经成年。有多少人有她这样的福气？对于生死，老太太这个年纪真的看淡。我还是希望太奶奶一直活着。老太太笑道：太奶奶一直活着，岂不成了老妖怪？贝贝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哪天太奶奶走了，你们也不要难过。太奶奶是去找你太爷了，我们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的。太奶奶，我不喜欢听这些话，我就是要太奶奶一直陪着我们。太奶奶是世上最好的太奶奶了。老太太轻摸着宝贝曾孙女的头发，贝贝，你的头发太长了，剪短一点吧。养这一头长发需要吸收你很多的营养。好，我明天就跟妈妈说，请理发师上门帮我剪发，换一个发型。老太太嗯着又说道：贝贝，你睡吧，太奶奶看着你睡，像小时候那样。太奶奶守在你的旁边，看着你入睡，你睡着的时候像个可爱的天使。太奶奶最喜欢看着你的睡容。贝贝又往太奶奶身上蹭了蹭，温顺地嗯了一声。他闭上眼睛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有太奶奶守着他，他觉得无比安心。就是睡到了半夜，他梦到了太奶奶。太奶奶说他要走了，要去找太爷爷，叫他不要伤心，太奶奶永远都爱他。在梦里，他莫名的就落泪，哭喊着太奶奶不要走。然后他从梦中惊醒，一摸脸上满是泪。梦里的内容让他害怕，他赶紧摸一下身旁，摸到了太奶奶，他才松一口气，告诉自己那只是个梦。太奶奶还在他身边，还没有去找太爷。太奶奶，贝贝叫喊一声。太奶奶年纪是大了，不过只要他叫2声，太奶奶很快就会醒来的。贝贝以为太奶奶睡得沉，又叫了2声，但太奶奶都没有回应他，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起来。贝贝有点慌，猛坐起来，开着床头柜的灯，轻推着身边的太奶奶，边推边叫喊：太奶奶，太奶奶。太奶奶一直叫不醒。
贝贝慌了神，他抖着手去探太奶奶的鼻子，没有气了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慌里慌张的翻滚下床，连跑带爬的跑出太奶奶的房间，在大厅里大声叫喊：爸爸妈妈，你们快下来，我太奶奶叫不醒了。他的哭喊如同一声惊雷，惊醒了被夜色笼罩着的悠悠山庄。他的父母、爷爷奶奶最先下楼来，他们跟他一样慌张，冲进太奶奶的房间。爸爸一探太奶奶的鼻息，脸色变白，两腿一软，跪在了太奶奶的床前。他听到爸爸说奶奶走了，然后叔公叔婆以及所有叔叔婶婶们都来了。八婶是医生，八婶来的时候，太奶奶的身子还有余温，但是八婶帮太奶奶检查后说太奶奶已经走了，她没有太奶奶了。太奶奶在睡梦中离世，没有一点痛苦，表情很安详。贝贝哭得天昏地暗，他怪自己睡得太沉。太奶奶离开了，他都不知道。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全都来向太奶奶告别，虽然大家都安慰他们说太奶奶101岁走的，很长寿，又不受病痛折磨，无疾而终。梦中离世是喜丧，安慰他们不要太难过，那是他们的太奶奶呀，他们怎能不难过？贝贝看到父母和叔叔婶婶们都很伤心，谁都接受不了太奶奶突然就离开他们。虽说太奶奶年纪很大了，他们也知道太奶奶总有一天会离开他们，可是他们还是接受不了。他们习惯了每次回到老宅，能看到太奶奶那张慈祥的笑脸。贝贝第一次看到爸爸脆弱的一面，爸爸靠在妈妈的肩膀上，眼里含泪，声音哽咽说道：彤彤，我没有奶奶了。妈妈哭成了个泪人。爸爸没有了奶奶，他没有了太奶奶。爸爸说以后回到老宅再也看不到太奶奶的笑脸，遇到难题时再也无法向太奶奶倾诉，无法得到太奶奶的指点了。太奶奶就这样离开了他们。一晃9年过去，九叔的二胎今年都5岁多了，这是他最小的堂弟，是太奶奶唯一没有见到出生的曾孙辈。好想太奶奶呀！来六叔这里之前，贝贝去墓园看了太奶奶，跟太奶奶聊了很多，也告诉太奶奶他要来六叔这里度假，下次六叔回管城也要去看看你太奶奶。六叔回去的少，你太奶奶肯定怪六叔了。贝贝说道。不会的，太奶奶不会怪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太奶奶疼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太奶奶真的是天底下最好的太奶奶，老天爷为什么不让太奶奶再活10年20年的呢？贝贝也知道自己贪心了，就太奶奶的年纪已经是很多人奢望不到的。欧阳雅笑道，那是奶奶最疼我们了。贝贝，小19不吵着跟你过来吗？欧阳雅换了一个话题。老太太离开他们已经9年，但只要提到老太太，他们的心情还是会低落。贝贝难得来一趟，欧阳雅不想让大家的心情跟着低落，便将话题转到了老9的二胎，占家这一代排行第19的小家伙身上。小19才5岁多，由于是最小的孩子，全家都疼着他，他却是打小就喜欢黏着贝贝这个唯一的姐姐。贝贝只要回了家，他必定抱着他的小枕头，拖着他的小被子挤进贝贝的房间，哭着闹着要跟姐姐睡。贝贝要是出门被他知道，他也会哭着闹着满地打滚都要跟随。不带他，他真能哭闹的全家都头痛，哭得战燕恨不得把这小子塞回他妈妈的肚子回。每次他嫌弃小家伙总是哭闹时，他老婆就拿话刺他，说是他哄着他生二胎，老大和老二差了。10岁呢，老9 29岁结婚，30岁第一次当爸。他的长子在兄弟姐妹当中排行11，今年15岁，在老大10岁时，夫妻2天的二胎。老二出生时，他都差不多40周岁。他老婆比他小2岁，也有38岁。怀老二的时候，他老婆孕吐厉害，还是吐到生的那种，可受罪了。因为怀相和怀着老大时不一样，
夫妻俩满心欢喜，以为是个女儿，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儿子。当时的九少奶奶都不想看自家男人，她说是老九做梦，梦到奶奶给她抱了个女娃娃来，只要他们生二胎，必定能生个闺女。九少奶奶也想有个闺女，才同意要二胎的。土生土死吐出个带把的九少奶奶能不失望吗？也就怨怪老九，说老九做的梦不准，怀疑老九做梦梦错了。奶奶抱来的应该还是个小子，老九没有看清楚，以为是闺女。贝贝这一代占家的人口更加兴旺，他有18个兄弟，加上他这一代共有19人。战印的弟弟们，除了战浩宇和乔涵因为第一胎生的是孪生子，没有再回头要二胎，夫妻俩都怕二胎又生一对孪生子，所以是坚决不生二胎。其他人都要了二胎，然后没有例外，二胎都是儿子。曾小雅是医生，她在要二胎之前还自我调理了一下，满以为二胎能要个闺女的，奈何战家生子的基因太过于强大，曾小雅生闺女失败后也就死心了。战西也就是贝贝，依旧是战家的稀有宝贝，独独她一个女儿，不管是哥哥们还是弟弟们，个个都疼着她，比她小的堂弟都会让她，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姐姐。海童的朋友们，沈小军的二胎也是个小子，只有商小飞和君然的二胎生了个闺女，可把君然嘚瑟的要上天。君然的闺女是君家小一辈的第2个女儿了，比战家多一个女儿，可把战家的男儿羡慕坏了。小19不知道我过来，他幼儿园还没有放假呢，应该是下周才正式放假吧。我问了九叔，九叔说不是很清楚，九婶说是下周正式放假。下周正式放假，可能这个周末上完就不用去了。3人进了屋，欧阳雅拉着贝贝去沙发前坐下，战远则去给侄女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六叔，我自己来。贝贝很不好意思，他是晚辈，六叔是长辈，长辈给他倒水。战远笑道，你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，累坏了，哪能让你来，快坐着，先喝杯水，马上就吃饭了。战池呢？战池还在外面做什么？战远发现长子还没有进来，扭头就冲着屋门口的方向喊叫，战池，你还不进来？你妹妹饿了，要开饭了，别让我们等你一个人。2分钟后，战池拖着4只行李箱，身上也挽着好几个大袋子，吃力的进屋，边走边抱怨，爸妈，我还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？没看到贝贝带了很多行李过来吗？也不知道帮忙搬一搬的，带着贝贝就走，还骂我不跟着进来，我总要帮我妹妹把东西拿进来吧。战远见状愣了一下，随即又说道，你不会让佣人帮忙呀？那么多东西你非要一个人搬进来，怎么想邀功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妹妹难得来一趟，你不能天天带她出去玩，要给我和你妈留点机会，让我们带你妹妹出去玩上几天。贝贝看到堂哥帮他把所有东西都一并拿进来，马上放下水杯，起身就要去帮忙，嘴上说道，都是我爸妈他们给六叔你们准备的礼物，叫我带过来的，不是长辈让他带，他都想轻装出门。最头痛的就是带这么多东西了。六叔这里什么都不缺，但每次他们过来，父母都会准备很多东西让他们带过来。贝贝，你坐着，不用你去搬，让你六叔去。欧阳雅按住贝贝，不让贝贝动手。他看了一眼战远，战远立即就走过去，从儿子身上拿下那些旅行包，又心疼地说道，贝贝，你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，累坏了吧？战池叫道，爸，我一个人搬这么多东西进来才是累坏了。你的心疼表情不是给我的吗？看到爸爸脸上露出心情时，战池还以为爸爸会心疼他呢，是他多情了。爸爸恨不得把他当牛来使唤。爸爸那是心疼贝贝。战远说，儿子，你牛高马大，皮粗肉厚的，拿这么点东西还能累着？累着的话，
就是你功夫练得不到家，闲时多练练。妹妹一来，他们做儿子的都得靠边站。这个时候，对于他父母来说，侄女儿才是香的，儿子都是臭的，是充话费送的。